2000多年前，一个木匠做了一件东西，所有人看见他都不敢相信这是人做的。这件事被庄子记了下来，我讲给你听。话说在鲁国有一位名叫庆的木匠，这位木匠的手艺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。这一天呢，他接到一个大活，为国君制作一件叫锯的东西。锯是什么呢？简单说呀，它是一种用来悬挂大钟和大鼓的木头架子，但它不是普通的架子，它要用于国家最神圣、最重要的那场典礼，叫祭祀。祭祀是国君带着所有人跟上天、跟祖先说话的时刻，是人与神之间最庄重的沟通仪式。这个锯就放在祭祀典礼的正中央，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看着它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庆把做好的锯送到了国君面前。所有人看到他，只有一个反应。庄子记下了那个瞬间，用了6个字：见者惊有鬼神。意思就是看见他的人都惊住了，他们觉得这不是人的手能做出来的东西。国君又惊喜又好奇，他问了大家都想问的一个问题：庆，你这手艺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？有什么秘诀吗？庆是怎么回答的呢？他没有说我苦练了20年，也没有说他有什么祖传的独门秘籍。他说，国君呐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，哪里有什么秘诀？不过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方法的话，那就是我在开始动手之前有一个习惯。什么习惯？国君问。庆说，我会先斋戒。斋戒就是不吃肉，不喝酒，不娱乐，不社交。在古代，这是在做一件重要的事之前，让心安静下来的一种方式。就像一杯浑水，静静地放着，等泥沙沉下去。他继续说，我斋戒到第3天的时候，我不再想这个锯做出来以后，国君会不会赏赐我呀？会赏我多少钱呢？斋戒到第5天的时候，我不再想人们会怎么评价我呢？会不会有人夸我？会不会有人批评我呢？斋戒到第7天的时候，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四肢和身体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脑子里所有的杂念
全都没有了。我不知道什么是朝廷，不知道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利。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，是夸我还是骂我。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木匠，忘记了自己在为谁干活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我独自一个人背着斧子走进山林里。他继续说，当我忘记所有这一切，独自走进山林里，这时候我的眼睛才算是真正睁开了。我放眼望去，不再是看哪棵树值钱，哪棵树材质好。我用那颗已经彻底安静下来的心，去看每一棵树的天性。我要找的是一棵天生的，形状和气质已经长成了巨的模样的大树。当我的眼睛看到那棵树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和那棵树之间有一种感应。我的心里会说，就是它了。这棵树里面已经有一个锯了，我看见了。然后我才举起斧头，把它砍下来，带回家里。再然后，我才开始动手雕刻。在雕刻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别的，就是顺着这棵树本来的样子，把它本来就藏在里面的那个锯给取出来。最后，庆对国君说了4个字：以天合天。我只是把我这颗最自然的心和那棵树最自然的形态合在了一起。这里的天不是天空，是事物本来的样子。人的本心，树的本形，两个本来的样子遇见了，锯就出来了。其实庆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做一件事，把心上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放下。心里空了，然后看见那棵树真正的样子。在你的生活里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呢？是因为你太在乎结果，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什么？如果把这些都放下，你会做什么呢？好了，咱们下个故事见，拜拜。